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，这条是美国经济长期面临的最大危险是通胀。现在，失业作为可信的威胁出现在地平线上，美联储必须应对因利率维持过高过久而导致错误的风险。下面这条 ，CNN 裁员约100人，合并电视和数字新闻部门。为了减少对有线电视频道的依赖， CNN 将推出首款 CNN.com 订阅产品。下面这条，三星发布可折叠智能手机 Galaxy Z Fold 6和 Z Flip 6，搭载 Google Android 系统和三星 Galaxy AI 平台，提供强大的生成式 AI 功能，售价高于前代产品。接下来这条，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将于周四发布，将影响美联储未来利率政策。预计整体通胀率为 3.1%， 低于5月份的 3.3%。这是自1月以来通胀率首次下降，而核心 CPI 预计同比上涨 3.4%， 环比上涨 0.2%， 与5月份持平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，需要更多好数据来确信通胀正朝着美联储的 2% 目标迈进。接下来这条，三星发布多款新设备，包括可折叠智能手机、智能手表和 Galaxy Ring。三星强调其 Galaxy AI 平台，该平台集成了生成式 AI 功能，涉及健康、健身、照片、生产力和网络浏览器。三星押注于其 AI 技术来提升设备销量，但其竞争对手 Apple 也即将推出自己的 AI 软件。接下来这条， LegalZoom CEO 离职，董事会成员杰弗里·斯蒂贝尔接任，公司下调全年收入和 EBITDA 预期，股价暴跌 30%至历史低点。让我们关注 3M 首席财务官将离职，加入 Archer Daniels Midland。 继 William Brown 5月出任首席执行官后， Patovalla 是不到3个月内第2位离职的高管。接下来这条，亚马逊宣布对其 AI 产品进行一系列微调，以应对竞争对手在生成式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。这些改进包括为自动化业务的代理增加更多内存，更新 Q 聊天机器人以改进软件代码建议，以及帮助客户检测和过滤 AI 产生的错误或误导性答案。亚马逊还表示，其 AI 开发部门 AWS 有望达到1000亿美元的年收入。接下来这条，法院驳回针对埃隆·马斯克的诉讼。该诉讼声称他拒绝向大规模裁员后解雇的数千名推特员工支付至少5亿美元的遣散费。法院裁定，适用于福利计划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不涵盖原告的索赔。接下来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，正密切关注降温的就业市场，表明美联储即将降息。鲍威尔表示，美联储长期关注通胀，但现在劳动力市场正在达到平衡。美联储正在考虑双重职责的另一面，充分就业。让我们关注社会保障面临财务危机，资金预计将在2035年耗尽，解决办法可能是削减支出或提高税收。拜登和特朗普均拒绝削减福利，因此未来政府将面临困难的政治选择。让我们关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计划起诉联合健保、信诺和 CVS 健康这3家最大的药房福利管理公司，因其协商胰岛素等药物价格的策略。接下来这条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已搁置收购 HubSpot 的计划，这是一笔原本可能成为今年最大收购案之一的交易。HubSpot 股价周三跌幅高达 19%， 为2020年以来最大跌幅，令该公司的市值约为250亿美元。下面这条，技术投资专家预测英伟达 NVDA 市值在年底前将翻倍至6万亿美元，因其强劲的收益报告和人工智能芯片的潜力。最后这条是，共佐记者巴雷特·布朗因帮助匿名黑客曝光美国情报承包商滥权而入狱，他否认了大多数指控的计算机犯罪，并接受了其他指控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